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8月5日被骂上热搜，8月6日却成封面女神。赵今麦的两副面孔，撕开了娱乐圈最残酷的真相。8月5日，在成都被骂上了热搜的是赵今麦。8月6日的时候，她成为了 L 新加坡版的封面女郎。同一个人在48个小时之内换上了2个不同的样子。5号的时候，她空降到成都参加活动，生图一流出之后，在评论区就炸开了锅。眼圈凹陷，头大身子小，穿水桶裙臀又扁又塌。有的人把图片放得很大很远，恨不得把她的脸上的每一根细纹都竖出来，瘦到没有一丝相貌了，憔悴的感觉也藏不住。网友们的话就像手术刀一样锋利。你猜怎么着？第二天 ，L 新加坡版就宣布了封面人选：利索的短发，光影交错，松弛的脸庞。时尚博主们纷纷刷屏，内地00后的女演员第一个解锁。新加坡 L 封面最年轻的华语女星。缪缪官方同步认领，牌面拉满。一个被骂上热搜的人，也被捧到了神坛之上。告诉你们，这不是什么状态的变化，这是经过周密策划的一次舆论操控。再来说一个更加扎心的数据：赵今麦在拍摄《少年派》时，体重为125斤，现在的体重是80多斤吧，40多斤的肉就这样没了。每周5次的力量训练，在片场用矿泉水瓶做哑铃，全网都在称赞马甲线、蝴蝶杯、力量感轻熟风。但是请允许我直说，我看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一位女演员为了讨好镜头以及时尚界的口味，把自己的身体压到了几乎要变形的程度。结果呢？瘦到80多斤的照片发出去就被骂成又黑又瘦，瘦得不像话。胖一点不好，瘦一点也不好。好的状态叫做应该的，不好的状态叫做翻车了。这套逻辑，我想称作内娱版的《楚门的世界》。更有趣的是时间点：8月5日成都生图翻车，8月6日 L 封面封神。前后脚的事，你认为赵今麦团队在看到了那波生图争议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？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在意，因为他们在算盘上认为生图争议和封面封神是同一件事情的 A、B 两种情况。8月份5号的时候，赵今麦的状态上了热搜，并且被人骂了一整天。第二天封面一出，话题度就直接爆棚了，大家都在议论昨天的那个又黑又瘦的女孩，为什么今天就成了女神呢？点击量、讨论量、搜索量全都上了。这不是叫翻车，而是叫预热。我并不是说赵今麦本人有啥问题，我所要说明的是他背后的那个系统。娱乐圈这一体系里既有精致崇拜，又有生图猎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。你上次刷到了明星生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是不是下意识的去放大、比较和找出问题呢？黑眼圈、法令纹、肤色不均、身材比例等等，每一个不完美的都当作是罪证。再回头来看精修后的照片，好漂亮啊，神仙颜值。你是否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培育出一个怪物呢？这头怪兽叫做完美人设，他要的是一个鲜活的人，有黑眼圈，会水肿，偶尔状态不好，24小时都要保持在精修图里。做不到，活该挨骂翻车、拉胯、判若两人。做到了，这是应该的。你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呢？这套游戏规则本身就带有毒性。赵今麦今年只有23岁，8岁开始出道，17岁时被选入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。
18岁的他凭借表演专业的全国第1名的成绩被中国戏剧学院录取，在高考文化课中取得了524分的好成绩。2024年成为缪缪品牌的全球代言人。他是第1位获得该称号的00后花旦，连续3年登上 L 中国版封面，现在又解锁了海外版。把这份履历放到任何一个同龄人的身上都会被吹一辈子。但是很抱歉，在社交网络上，你昨天还是一位00花时尚扛旗人，今天却成了一个又黑又瘦的翻车现场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今年4月份的时候，缪缪发布了2026年首代系列的大片，并且请来了赵今麦来担任主角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他因为头发太长而无法正常工作，所以整个网络都对他的表现进行了批评和指责，称之为灾难。结果呢？过几天再来瞧瞧，风向一变，就变成了初看翻车，再看封神，翻车，封神，再翻车，再封神。同一个面孔在舆论场上不断的被揉捏着。我一直觉得这和赵今麦没有关系，这就是整个娱乐圈和社交网络的合作产物。品牌要制造话题，杂志要卖出去，平台要吸引流量，网友则需要一个宣泄的地方。而一个23岁的小姑娘就成为了这一切的承重墙。你让她怎么办？胖了会被批评不敬业，瘦了又被批掉香，精修图被人说成是假照片，生图则会被指责为很丑的照片。造型保守会被骂土气，造型大胆会被骂雷人，合着怎么都对不了吧？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，8月5日被骂上了热搜的赵今麦，以及8月6日被捧上神坛的赵今麦，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？答案非常简单，就是真的，也都不重要。关键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什么是美的，什么是丑的，什么是翻车，什么是封神呢？是啊，不是啊，还是那些看不见的手在不断的制造着对立呢？125斤觉得太胖了，80多斤觉得太瘦了，生图骂真，精修骂假。这套规则，赵今麦是承受者，下一个赵今麦的人也无法避免。因此下一次当你看到明星生图时，你会选择先点击评论区看看别人是怎么骂的，还是直接问自己，我在看什么呢？